托梦第16章日记。风越刮越起劲儿，身体被吹得站立不稳，带起的树叶与尘土飘散在残破的院墙之内，这里已然成了一片废墟。我这才想起掏出手机，赫然10几条未接电话一下子涌现屏幕。你在哪？到市区了吗？另一头的吴医生开口便问。我在邻手人家院子里。我道。你跑那干嘛？等我，我马上来接你。对方道。喂。没等我说完，对方已经挂掉了电话。我本想问问齐浩洋的情况，想想还是罢了，先等他来再说吧。如果真有什么问题，他应该在电话里直说了，而我只是好奇他为何如此火急火燎。天空越发的明亮，却见不到半片云彩，寒风依旧呼呼地吹在脸上，头痛欲裂。我站在仅剩下围墙的院子里，望着堆得满处的砖块和那棵斜躺着的古树，不禁感慨，数代人的记忆终将被掩埋在这片新土之上。大约等了10来分钟，一阵低沉且熟悉的引擎声从远处传来，心中不免一惊。我一直以为只有齐浩洋才会喜欢这样开车，想不到吴医生也一样。不过还是惊喜多于惊讶，一辆熟悉的黑色 Z4M 应声停在了门口。车里坐的正是齐浩洋，他还朝我按着喇叭。如果是平时，我估计会一把把他揪出来，可此时我竟猛地鼻子一酸，有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几个转弯，车子很快便驶入了主城区，正逢高峰开始，车速也降了下来。怎么没让吴医生来？我打量着他道。只见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略显苍白的面皮几乎快要包不住他的下颌骨，突出的下颌角像一把挂在脸上的刀，满脸的胡茬子，头发也是乱七八糟。不过我看他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，他自己也是医生，所以我也不打算再多说什么了，只是心里不是滋味。怎么，我来不行啊？他转过头咧开嘴笑着道。他昨晚值的夜班，我没让他过来，正好一会儿要去找个人。对了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说罢，他递给我一本暗黄色牛皮纸线装封面的小册子。我随意翻了翻，发现前面10几页纸全是空白，直到翻开书的一半处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本古籍。果然，行文从右至左，自上而下，里面全是用毛笔书写的正楷字，字体虽小，但苍劲有力，入木3分，一股天然的墨香顿时袭上头顶。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这多半出自名家之手。越往后翻，风格越接近行楷或行草，而绝非随意之作。尤其是后几页，也许是出于时间紧迫，但仍看得出笔下之神韵。丙戌年冬月廿一，大贵来求我，方知光人病重，身热数日，沾言妄语，竟自言已死多年矣，汝等勿扰。由于是繁体字，再加上文言文也没个标点符号，我读起来有些烦躁，所以只看了开头的几则和最后几页。大致了解，这是一本记录某一年间的日记，里面记叙了一些笔者身边发生的事情。大约70多年前，一个叫大贵的人，多半是笔者家佣人的亲戚，来找他。从这个人口中得知，他有一个朋友叫何光仁，后来才知道此人是长江南边的一个苦力。一天大雨倾盆，突然一阵雷鸣般的轰隆声传到正在附近做活的何光仁耳朵里，起先以为是打雷，
但没半天功夫，就有人召集附近的民丁说要去搜山，这其中就有何光仁。没想到的是，那一声巨响竟是一架飞机撞山所致。看到几具被烧焦的尸体，何光仁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正想打退堂鼓，不料脚下泥土太滑，一个大甩腿，身子顺着山势向下落去，摔得盆骨骨折。不幸的是，何光仁被送回家的第二天就开始胡言乱语，说自己那天是因为捡到一个宝贝才摔下山去的。回来之后就疯疯癫癫，胡言满口。当时家里来过一个驱邪术士，说他是皇太后上身，需要花钱做法事才能破解。何光仁家徒四壁，人又老实，最终因为长时间卧床，褥疮溃烂，不治而亡。最后一则日记的时间是1947年的冬天。那几张纸的内容全是笔者内心的痛苦和悔恨。至于什么原因，我没再仔细看下去。这是哪儿找的？我问道。怎么样，看出点什么来没？齐浩洋一本正经地问我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不就是本前人的日记吗？我没好气地答道。一会儿我去找个朋友，他那里还有好几本，这应该是其中的最后一本。齐浩洋叹了一口气道：我也是昨天晚上刚从旧巷子里发现的，所以第一时间就想到找他帮忙。他说半宿时间应该问题不大。大鱼，我惊呼一声道：你竟然找一个小孩来帮你？没事儿，他们学校今天放假，再说他是林语先生的书画迷，我如果不给他看，他估计会恨我一辈子的。齐浩洋笑着道。这个大鱼与本故事关系不大，但因其过于特殊，我还是想简单说明一下他的来历，毕竟他也是我的好朋友，遂几笔带过。这个年仅13岁的男孩曾经也是齐浩洋的一位病人，原因是在他刚入中学的时候，突然对所有的学科表现出惊人的热爱，每天学习18个小时，几乎除了吃饭和走路上学的时间，就是在看书学习。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，却能一直保持亢奋的状态，不到1年就已经成了名人。他的妈妈因为担心长期如此会造成大脑的损伤，所以才认识了齐浩洋医生。也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弄明白，原来这本日记是出于民国时期著名的书画家林语先生之手，而此人正是林守仁的父亲。他妈肯定想杀了你，我没好气的道。没事儿。齐浩洋笑着，一把方向驶入了大鱼家的小区。齐叔叔、厉叔叔好。眼前一个戴着近视镜壮实的小男孩为我俩打开了门。睡觉了吗？齐浩洋一把将男孩的头搂进胸口，捧着他的脸道：妈妈呢？不在家。小男孩朝我们挤了下眼道：去上班了，刚走，你们先坐，我去拿整理好的本子。大鱼指了指客厅的沙发对我们道，接着他就一路小跑，咚咚咚跑进了房间。我靠在沙发上，故意侧着脸，斜眼盯着齐浩洋道：你不打算跟我讲讲这几天是怎么个经过吗？我原打算说这几天是怎么活过来的，但是不忍心，遂改了口。齐浩洋叹了一口气道：不论怎么说，还是要先感谢你才是。我没说话，只是闷哼了一声。如果不是赫曼的医治剂，恐怕是活不到今天了。齐浩洋道：我现在算是了解了，其实这种病毒并不想把我害死，反倒最后还是他消灭了耐药菌。抑制剂？我问道。因为赫曼跟我说过，这种古病毒就是一种天然的噬菌体，但是我不明白他给我们用的制剂是什么，
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起作用。对，虽然这种病毒似乎无害，可是身体里的免疫机制还是会把它当作入侵者来对待，却又无法消灭病毒，这样就会迅速聚集越来越多的免疫细胞，从而引起免疫正反馈，也就是细胞因子风暴。如果这种过激的免疫反应长时间得不到抑制，最终身体就会被自己给杀死。齐浩阳道。我惊讶地张大了口，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。既然活过来了，就不必担心了。齐浩阳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苦苦地笑着道：你不也一样吗？现在感觉如何？我一耸肩，推开了他的手道：我记得你那天跟我说术痛。我问出了一个一直想知道的问题，没想到齐浩阳却抿着嘴唇，半天才开口。我一直以为灵手人说的那个梦纯粹只是个梦，但是直到我也梦到的时候，那种感觉……他咽了咽口水，接着道：不过这也是我的猜测，还要等。就在这时，大鱼捧着一摞本子，嘴里含着笔跑了过来。齐叔叔，你说的没错，就在树的下面。大鱼满脸通红，激动地大叫着。我没有料到，这个小男孩竟然真的有能力将一套横跨几十年、历经2个时代的文言日记，在短短1夜间就看完，并概括成了一段故事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，齐浩阳决定要再一次回到那片废墟。